日本这个民族啊，从近代史上来看呢，总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战略决策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日本称北方四岛被俄罗斯非法占领，这是找抽的节奏。3月17号啊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忽然发表言论，说南千岛群岛，也就是日本说的北方四岛，是被俄罗斯非法占领的。考虑到俄罗斯现在的国际处境，岸田文雄说这番话是让人感觉是蠢蠢欲动啊。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啊，从近代史以来就没有顺畅过。沙俄时代，日本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殖民权和整个东北亚的主导权，打了一场惨烈的日俄战争，不但攻克了沙俄经营多年的理顺口，还打了一场著名的对马海战，击败了远道而来的沙俄第2太平洋舰队。这场惨败呢，给俄罗斯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回忆。苏联时代，日本与苏联又打了2场战争，一场是发生在1939年的诺门坎冲突，一场就是2战末期的苏联红军出兵东北。这2次啊，局面是完全逆转，旧日本军队是一触即溃，从此落在了下风。苏联军队借2战胜利的机会占领了北方四岛，从此日本就喋喋不休地要求苏联把这部分领土领海还给自己。但是从苏联到俄罗斯，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，都没有答应日本的要求。日本这个民族啊，从近代史上来看呢，总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战略决策。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，日本是一次次的发动侵略战争，一次一次的屠杀中国人民，却从来没有想过中国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从低谷重新崛起，总有一天会再一次成为世界级强国。2战的结束让日本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获得中国的原谅。然而日本社会从上到下都不肯真正的反思和认错，政府的高官一再的参拜靖国神社，让中日关系的发展总是磕磕绊绊。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，那更是写入教科书的战略失败。如今呢，日本政府看到俄罗斯陷入了西方集体制裁，似乎感觉夺取北方四岛的机会又来了，竟然口头挑衅俄罗斯。由此可见，这个民族战略短视的毛病真的是无可救药了。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，无论怎么落魄啊，都是举世公认的军事和政治强国。乌克兰战争是俄罗斯为了反击北约的步步紧逼而做的一次战略反击。日本跟随着美国的步伐，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和贸易的制裁也就罢了，可以理解为受到美国的威逼胁迫。但是提出北方四岛问题，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趁人之危，这是非常容易拉仇恨的。那可笑的是，既然已经决定拉仇恨呢，那日本还不如干到底呢。趁俄罗斯在远东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，出兵把北方四岛占领呢，不就解决了吗？今天的俄罗斯常规军力是捉襟见肘，远程航空兵力量也严重的萎缩，除非动用核武器直接攻击日本，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阻止啊。可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呀，俄罗斯真的要是核突击日本，就可能引起美国的核报复，世界就毁灭了。所以呢，俄罗斯说不定就会把这口气忍下去，日后再说。但是日本是没有这个胆量。这样看来，岸田文雄除了给自己埋下重大隐患之外，什么效果什么也没有。如果我们把时针往回拨1年，就会发现岸田文雄政府放空炮得罪邻国的行为不是第一次了。岸田政府的高官多次因为台湾问题对中国大放厥词，并且公开表示要动用武力支持台独。日本真的给台湾当局提供军事援助了吗？其实什么也没有。而且日本自卫队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协防台湾的战斗力。所以无论中俄，看来都有这个必要抓住某个时机敲打日本，给予他们一些沉重的打击，让日本的政坛好好的反思，回归自己永久战败国的本分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